印度这个国家大家不要小看，这个国家按照美国兰德公司的统计啊，我们在2030年要轻松超过美国，2050年中国的经济将是美国的2倍，美国那个时候排名不是第2，而是第3。为啥呢？其中就有一个国家印度要超过。哇！我对印度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？惊诧，惊诧不已。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，我的同事帮我订了一个，我说到印度，你要给我订个好的宾馆，给我订了个4星级宾馆。那天晚上，我下了飞机，打车，那个出租车司机从机场到宾馆，你知道我要我多少钱？他是按照他当地的货币折成人民币，要我1000多块钱。哇！1000块钱人民币在印度相当于一个什么呀？一个副教授的工资，那个教授才1200块钱。印度人极其聪明，脑子很好用，就是能骗则骗。印度你看真是这样，他是能骗你都骗你。印度人你看他长得很野蛮，但是他不动粗，他是靠智力啊，他是靠智力的，跟你从打车给你讲故事，给你讲一路上都讲的你很高兴，你结账让你结1000多。当然我后来跟他这个什么软炮硬炮，最后给他100人民币。到了宾馆以后呢，因为很晚了，晚上就很累了，因为坐了1天的飞机，然后就睡了。第2天一早，我被那个狗叫醒，5、6点钟被狗叫醒，我就打开窗户一看，哇，太神奇了！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世界。那个秃鹫在空中盘旋，几十只乌鸦飞到那屋顶上，我一看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哦，是个坟墓。我那个4星级宾馆就在坟墓里住的呢。那个狗啊，在这大街上到处乱跑，你知道吧？把我叫醒了以后呢，起床吧。我到大街上一看，大街上男的都在那撒尿呢。这是我在德里，然后我又打车去新德里，打上一个车以后，那个司机给我7绕8绕的走，然后走到新德里那个主干道上，这是最豪华的大街了。一群孩子一下子看到一个外国人，然后围着我，拉开车门给我要钱。那孩子们都是身怀绝技啊，像杂技团表演一样的，翻着跟头跟那个车走，知道吗？我说这再不给钱说不过去了，然后我就给他钱。我给了一个孩子，围绕了几10个孩子，每个孩子都要给，知道吧？然后走着走着停了，哎，我说怎么停了呢？哦，牛在大街上散步。牛还领几个小牛，司机师傅是不敢鸣笛的。我说牛是神物啊，所以跟在这牛屁股后边，牛是边走边拉，我们是跟在后边一步一趋。猴满大街跑的都是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，这是不是到了这个非洲的那个马凯达动物保护区了？这个，终于到了新德里。到新德里，我要看的第一个就是他们叫凯旋门。我到了凯旋门那儿一看，这还没我们乡政府那个什么呢？这我们乡政府门口那个牌楼都比这个大，知道吧？而且是乌漆麻黑的。然后我看完以后，我说到这个他们村庄去看一看。哎，村庄门口有一个饭摊儿。我进去以后，那个饭摊一看，哎，很多人在那吃呢。我一看那个厨师，哎呦，那个长得很喜欢人，你知道吧？身上那个穿的都乌漆麻黑的。不知是那个布的颜色黑，还是本身就从来没洗过，你知道吧？那个小肚这么肥，那个扣也扣不住，你知道吧？都这个裂着，然后那个小肚特别圆，我一看长得很喜庆，你知道吧？跟佛祖似的，你知道吧？耳垂很大，我就在这吃，然后他们那个都是手抓的那个饭，知道吧？我不太习惯，我就拿个勺吃，哎，吃着发现有很多人出进一个包间去了。哎，我说难道还有雅座吗？雅间吧？我进去看吧。进去一看，发现是个厕所。他们的人就在厕所旁边开着。我吃的当时就直接吐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到他那个村庄里边，呢，那个他妈排水系统，你知道吧？都是粪便，他们就把那个马桶的那个粪便直接就冲到那个大街上了。大街上有个排水的水沟。那里边特别的脏臭，所以我就跟你说我去这个地方不是偏远的农村，是他们的德里和新德里。
他们的首都，哎呀，我在印度这个期间呢，有太多的故事要讲给你们，我就想说，印度这种文化，还想成为世界的强国和大国，可能性不大。它可能成为大国，它很难成为强国，因为啥呢？印度教根深蒂固，它那个整个的文化能凑合就凑合啊！你看它这个印度贫富差距那么大，我到它贫民窟里边，那个污浊的环境简直不可思议，但是它自得其乐，它没有像我们中国人这样，我吃的苦中苦，为了是什么呢？改变。他们为了吃苦而吃苦，所以跟他的印度文化中，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文化？印度人不造反，你发现没有？就是你再有钱，我再穷，我也不革命。很重要的一个印度文化里边有一个苦行的文化，苦行文化在印度很流行，就是吃的苦中苦，他们不求人上人啊，他们吃的苦中苦，就为苦中苦。因为他们认为我只有吃苦来折磨自己，啊，我才能够灵魂升华。所以在印度大湖节你去看，那些修行的各路全印度修行的人都聚到大湖节上，各种修行的苦行你们就不可思议。有的人一站40年，那个指甲已经盘根错节了；有的人是什么呢？在火上烤自己，把自己烤得跟腊肠似的；还有的人把自己埋在沙子里。通过各种办法来折磨自己，他们就是认为通过这种肉体的折磨，让自己灵魂升华，这是印度的文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，很大特点。说印度人没有吃不了的苦，但是印度人也享不了什么。他们修行的高僧叫巴巴，你看那个巴巴啊，你很难就是按照我们的文化，你很难尊敬他，为啥呢？全身骚臭，从不洗澡，所以你去跟那个巴巴去交流，很远就闻到了味道了。这是个高人，你离10几米还没闻到的味道，还没入行呢。为什么尿骚味不够啊？对吧？啊！而且这个巴巴他们有一个特点，穿衣服越多，境界越低。境界高的人都不穿衣服，都是光的，叫称为天气派。所以在那个大湖节上，你会让你大开眼界。你以为你来到外星球似的，你知道吧？印度的经济一定发展，它毕竟是人口大国，它按照他们的发展速度，再过5年，2030年之前，印度人口轻轻松松超过中国，它是世界人口第1大国。第1大国未来在全球的经济都会有发展。到了2050年，在11个经济体里面，其中6个是发展中国家，都哪几个国家？我跟你说，你们可能不信：中国、印度、印度尼西亚、巴西、俄罗斯，这些基本上都是人口的大国。这些大国，他们的经济都会有发展，但是大国未必是强国，所以。根据我对印度的考察，大家不要过度解读印度的发展的速度和它的经济的潜力。在我看来，不过如此。